新消息来了，兄弟们！新京报实锤，全国汽车库存暴增到300多万台，创造了近2年的新高。车企仓库直接堆成了停车场。现在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降价的各大网站全都是5折。我给你们看看我这儿啊，能看着不？这是什么？现在大批量的新车改成包牌包税，现在流入二手车市场当二手车卖。1到4月份是车的一个暴涨点，车卖的好，该买的都买了。接下来7、8月份是传统的淡季，库存压力就直接拉满。车企现在就是2招，一是疯狂砸补贴，2是跳楼式降价。现在你买新车出门就是7折。根据以上这些信息，现在这种情况能别买就先别买，你买了就当接盘侠了。杀疯了，兄弟们，彻底杀疯了！7月底马上到了，很多品牌都撑不住了个球了。自从捷豹 X1L 降到15.998万之后，中国豪华品牌的标杆红旗也开始大降价了。红旗 H5 全系优惠6.7万，15.998万的低配7月版竟然降到了9.298万，16.998万的版本降到了10.0298万。红旗 B 级车卖的比 A 级车还便宜啊！这可是妥妥的4.988米大车身，2.92米的大轴距啊，标标准准的大 B 级啊！都降成这球样了。三菱汽车退出中国，又一个时代落幕了。日前，三菱汽车正式斩断了跟沈阳航天的合资纽带，发动机业务暂停。这也意味着这家在中国深耕40年的日系车企彻底退出了中国汽车生产的舞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米林。中国车市正在经历剧烈的震荡，新车库存飙升，价格暴跌，厂家补贴疯狂砸，原价是几十万的车型呢，如今是腰斩出新。甚至比二手车还要便宜。红旗、捷豹等品牌开启了跳楼价，7折、5折已经成为了常态。另外一方面呢，三菱汽车也正式退出了中国的市场，这标志着一个合资时代的终结。有分析认为呢，车市寒冬已至，现在并不是买车的好时机，反倒是处处都是韭菜收割的陷阱。日本车企的撤出，表面看似为中国自主品牌腾出了市场的空间，但实际上也带来了许多方面的深层次的挑战。首先就是市场的多元化竞争格局正在萎缩，随着日系车企相继退出，中国市场逐渐由本土品牌主导，缺乏强有力的外资对手，反而可能会加剧内卷现象。少了合资品牌的制衡，消费者的选择变窄，竞争焦点容易集中在价格战，而非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这对行业长远发展不利。现在咋这么多人盼望让合资车退出中国市场吗？我白着告诉你，但凡合资车退出中国市场了，国产车你买都买不起，而且质量会越来越差啊！但是没有国产车的崛起呢，合资车绝对不会放下身段啊，不涨价不加价，现在连合资车降价都是一种常态了。所以最好的生意呢，就是让国产和合资互相制约，互相竞争，这样咱们老百姓才能真正的得到实惠。再其次，动不动就是爱国呢，兄弟啊，你研究一下，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在国外，合人民币每升才3块多钱，油价啊，咱们国内多少钱？你自己研究研究，动不动喊着爱国，你爱他，他爱你了吗？这不就中国人的特性吗？那么还有一点呢，是不容忽视的技术对抗的失衡风险。虽然日本车企在电动化领域步伐较慢，但在传统燃油的发动机、混合动力系统以及整车可靠性的方面呢，依然拥有较高的水准，是中国车企持续学习和对标的重要对象。他们的全面撤出将使得中国汽车行业在某些的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缺乏对手的尴尬局面。长期来看呢，可能还会影响技术进步的动力，继而削弱全球的竞争力。有博主建议大家呢，最近先别急着买车，因为三菱是中国自主汽车早期的重要的推手，像长城、比亚迪、吉利，很多品牌当初都靠它的发动机起家，比如经典的4G 系列。它的退出不只是品牌的告别，更是产业链的震荡，供应商、零部件、就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电动车发展太快了，传统燃油车已经完全跟不上了。三菱这种偏机械型的车企适应不了这样的节奏与转型。然而呢，现在电动车更像是数码产品，而不是传统的汽车，1年一换代，更新的都是大屏幕、座椅、氛围灯、香氛系统，功能多，但是很多人都用不上。说白了呢，就是溢出设计。所以现在买车，你可能就是接盘侠。那我们回过来，三菱
你想后面是很可怕的啊。这种研发技术的啊，这种深耕燃油车或者是这种内燃机技术的啊，如果一旦全部都陆陆续续从中国离开退出啊，都退出，那么你想，拥有燃油车的中国技术的这些车企，包括油车的价格啊，现在油车已经库存的非常大了啊。上次你查的数字是多少来着？350万库存车，是吧？那么所有现在油车全国的是不是都在降价？啊，为什么不让你买新车？为什么让你现在苟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个原因，这库存车太多了啊。那么随着三菱这个技术下降啊，越来越多的油车的品牌也不造油车了啊，都往这个电车往那边去。那么一步，我们想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没有油车了，中国把电车直接占了大头。那是不是就是造电车的他想加价，他想怎么样，他就说法。这种很可怕啊。另外呢，产业链收缩与就业压力不容忽视。日本车企在中国经营多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零部件供应链和配套体系。如今随着整车项目和发动机工厂相继关闭，大量相关企业面临订单减少甚至倒闭的风险，直接影响到数以万计的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就业。尤其呢是对依赖日系合资模式的企业，像东风啊、广汽等，更是一次结构性的冲击。其次就是出口竞争力也受到了波及。过去像东风日产、广汽三菱等合资企业，不仅服务国内的市场，还将部分车型出口至东南亚、非洲等新兴的市场。日本车企的品牌效应和全球渠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今呢，日企的撤离，这类合资工厂的海外出口能力被削弱，不仅削减了外汇收入，也影响中国汽车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而国产新能源汽车的阵营当中呢，形势同样是严峻的。广汽菲克破产，吉普车型销量惨淡，质量问题频发，用户口碑下降。广汽菲克宣告破产，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回顾一下，像吉普的指南者、自由侠、自由光、大指挥官，在当时还算得上是比较热门的车型了。但是面对如今市场的激烈竞争，产品更新缓慢、性价比不高以及存在质量问题，让广汽菲克逐渐丧失了竞争力，成为了2000年后第一家破产的合资车企。据悉呢，今年以来广汽菲克产品更新滞后，性价比下降，再加上频繁爆出的质量问题，用户体验感极差，在二手市场被严重的贬值。有位开了3年吉普指南者的大哥跟我吐槽，这车烧机油跟喝一样快，保养一次呢比同事的普遍要贵200，车机卡得连蓝牙都连不上。去年想换车，二手贩子给的价格直接让我心凉了半截。你说就这体验，谁还敢买啊？新势力品牌如哪吒汽车情况更为典型。哪吒不仅遭遇了供应链断裂、售后配件缺货、售后网站关闭等问题呢，销量被曝虚增超半数，存在明显的财务和管理危机。厂方拖欠员工的工资和供应商贷款数亿元，累计亏损达到近2亿人民币，却仍有高管领取天价的年薪，严重损害了企业形象和消费者的信心。汽车圈又现惊天大瓜。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哪吒汽车又一次出现重大黑料。2023年的1月份至2024年的3月份，哪吒汽车销售的11.7万辆汽车当中，有64719辆汽车出现了提前买强制保险的现象。所谓的提前买强制保险现象，指的是客户还没有买车，新车在经销商处就已经开购车发票了，并且购买了第1年的强制保险。在车联会那里，这种操作已经算是新车销量了。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哪吒汽车这种虚报销量的占比高达 55.3%， 也就是说它的真实销量连一半都没有达到。这些已经上保险的车辆算是妥妥的0公里二手车。有博主指出呢，从2022年年底起，他就通过了哪吒0公里二手车等方式虚报销量，躲避监管，套取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而这种套路呢，哪吒在2023年、2024年还在继续。很多所谓的销量其实都是压在经销商库房里，根本就没有卖出去的车。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可能是为了营造虚假繁荣，方便融资和推进上市。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这家公司目前拖欠3000多名员工近4亿元的工资，欠上游供应商62亿元贷款，累计亏损高达200亿元。可是呢，就在这样的财务危机当中，他的 CEO 和董事长
在2023年却分别领取了3000万和4767万的年薪，合计近8000万元。那对比之下，全球销量和利润双冠军的丰田汽车，全年净利润2300亿人民币，但会长丰田章男的年薪才1亿元。哪吒高管这种自己分钱、别人扛债的操作，已不是简单的经营不善，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金融欺诈。一边套补贴骗投资，一边让员工勒紧裤腰带，让供应商断裂，经销商暴雷，这样的企业，请问还能够撑多久？另外呢，众多问题导致大量新能源汽车车主陷入了售后的维修难、保养成本高、保险难买等困境。车辆贬值速度快，部分车型甚至被保险公司拒保，二手市场流通受限，用户体验感极差。有一位广东的哪吒车主，他是23年4月份买的车子，用车也快2年了。他对哪吒车子本身还是挺认可的，但问题就出在张勇下台那一会儿，他感觉哪吒汽车可能要变天了。这位老哥说了，虽然他家附近还有几家哪吒 4S 店在撑着营业，但从24年起车主群里面抱怨的声音就没有断过。好多地方的门店说撤就撤，本来免费的保养项目突然就要自己掏腰包了。更烦人的是不少车友都遇到了一些小零件缺货的问题一等就是老长时间，特别耽误事儿。跟以前相比收费项目明显也变多了，免费的变少了。博主表示，哪吒汽车车主们其实最想要的不是道歉，也不是安慰，只想要一句痛快的实话。到底是破产重组，还是还有希望？别瞒着大家天天猜谜语。虽然呢，目前哪吒说在自救，但很多用户都看不到实际动作。官方反应慢，态度模糊，一出事儿就失联。比如像今年的5月，哪吒官方 App 突然间瘫痪了，远程式控制车都失效了，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公司真的要撑不住了呢？结果官方连一句说明都没有，这就更加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与此同时呢，不少消费者也开始反思，新能源汽车虽然是趋势，但存在较大的风险。维修没配件，保险不收，买卖不掉，开车在路上提心吊胆，这就是买爆雷新能源车主的真实的写照。当时嘲笑你买油车的同事，现在好多都笑不出来了。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应该注重实用性、技术保障与售后服务，以免以虚假销量和高补贴驱动割韭菜行为。这是我们店里最近救援拖回来的一台哪吒，现在停了1个月还没修，因为没有配件，得到处找拆车间。这玩意儿本来保有量就少，卖拆车件的更狠，越少件越贵。关键是没保险，去年续保，保险公司就拒保了，因为属于非保车，高危车型，车主找了好几家保险公司，多少钱都不保。我身边还有一朋友18万买了台哪吒 GT。当初买时候我就劝他别买，但就认准哪吒用料足，配置高。现在路上开小心翼翼，就怕别人撞他。开二手市场卖，好多都不收。你们知道有多少新能源都是套补贴、融资、割韭菜，哪有什么技术，都是买来的电池、电机组装的油改电，号称的100亿研发，研究出来个锤子。哪个倒闭之前 CEO 不是自己先润出去？你口口声声的支持他，国外的别墅能给你住吗？铃木退出好多年了，去年中国居然还在召回，而国产暴雷，员工、供应商、车主哪个不是一地鸡毛？有博主指出呢，大家现在都在说新能源汽车是未来，但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冷静思考的方向。首先就是，虽然我们叫它是新能源车，但大多数电还是来自于传统的火力发电，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能源占比并不高。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环保还只是阶段性的口号，并未完全落地。这第二呢，电动车越来越像一个快消品，每年换代，不断堆叠功能，从代步工具变成了数码玩具，这就违背了汽车作为工业产品的初衷，也加重了普通消费者的负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1年就落伍的产品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买一台车是一个家庭的大件消费，是要开几年甚至10几年以上的。如果车贬值太快，技术迭代太快，那就成了被迫消费。电车的情绪价值、科技感固然吸引人，但核心还是实用、安全、耐用。如果过度强调更新频率，忽视耐用性，那它就是在脱离实际用户的需求了。
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